建仁大叔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打败美国呢？这个是个大话题啊，你得给我点时间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不是单单要打败美国一个国家，实际上我们是要打败5个国家，五眼联盟，听过这个概念没有？就是它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国家，五眼联盟，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，他们叫五眼联盟。这5个国家全都是说英语的。就是它的文化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，所以这5个国家它的外交政策什么全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。我们确切的说，不是说要打败美国，而是要打败英语民族。那么我们要打败英语民族，我们就一定要搞明白英语民族到底强大在哪里。有些人会说，英语民族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强大，是因为他们搞霸权主义。你这就要因果颠倒了。军事强大和霸权主义是它强大的结果，不是它强大的原因。我们只有弄清它到底强大在哪里，我们才能打败它。普通话不标准啊。英语民族最强大的就是它开辟新赛道的能力。注意啊，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弯道超车，它的能力不是弯道超车，是开辟新赛道。弯道超车。这条赛道是别人的，你只是在这条赛道上拐个弯追上它。开辟新赛道是在一片新领域开出一个全新的赛道，你之前的那些赛车都不能用了，你得按照我的标准来制作新的赛车，这叫开辟新赛道，也就是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。一旦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它就会对旧有的赛道、旧有的领域形成降维打击。这样说起来有点玄乎，我说几个例子，你这样就明白了。比如说，你的步枪很厉害，那么英国人、英语民族不会说你的步枪很好，你的 98K 很厉害，我的步枪比你更厉害，不会，他会开发出马克沁机关枪。机关枪是英国人最先发明的，这就是一个全新的赛道。马克沁机关枪发明出来就号称死神收割机，它对你旧有的步枪就有一个降维打击。那么等到其他国家又来模仿。你有机关枪，我也生产机关枪，那么英语民族又怎么玩的呢？他发明出坦克，坦克一发明了，对机关枪又是一个降维打击，一个全新的赛道，明白了吧？我们很多人看2战史会觉得好像德国的坦克印象特别深刻，其实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。欧洲那个时候它的纺织工业慢慢也很厉害了，能追上英国了。英国率先鼓捣出蒸汽机。蒸汽机以来，把整个世界拖入蒸汽机时代。那么其他国家也学会蒸汽机了吧？那英国人是怎么干的？他率先鼓捣出电力，法拉第、麦克斯韦，他都是英国人吧？他又搞出一个电力革命，就是又把世界拖入一个电力时代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。我们要打败那个五眼联盟，打败英语民族，就是要在这种科技创新上要超过它。有一个国家最值得我们借鉴。就是日本。日本在80、90年代，它的那个国力一度达到了美国的70%，综合国力非常强大。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有一个印象，就在我们小的时候，就80、90年代，如果你拥有一个日本的家电，那是牛得不得了的，应该爸妈都有点印象吧？那个时候，索尼、松下这些家电品牌，那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那你知道美国人是怎么干垮日本人的家电产业的吗？一个日本的教授他自己写书说的，他说怎么也没想到，雄霸天下的日本家电居然被2个辍学的美国大学生给干趴了，比尔盖茨跟乔布斯。第一次降维打击就是比尔盖茨他鼓捣出微软嘛，你知道个人电脑一出来，那个操作窗口，他就把你日本家电里面的什么 VCD、什么影碟机跟电视什么的全部结合起来了。那个日本的很多家电嘛，那你根本不是对手，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赛道的，它不是说你日本的松下的彩电造得很好，我就比你造得更好，不是这样的，整出新赛道，这是第一次降维打击。但是日本大家也知道，它的工业很厉害，它虽然你的电视家电这一块被你干趴了，但它的随身听大家知道吧？随身听还有什么相机，你们大家知道以前不是专门有数码相机吗？这一块日本还是很厉害。然后第2次降维打击又来了。完全的是降维打击，你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。乔布斯整出智能手机，对，乔布斯一把苹果手机弄出来之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随身听、
什么数码相机，是不是瞬间就没人买了？你根本就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其实我们很多人中国都没有危机感，美国人的新领域已经在布局了。第一，芯片，马斯克的芯片，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谈论芯片，就什么时候芯片能赶上漂亮国嘛？但实际上，我跟你说一下吧，真的有一天，可能过几年，我们的芯片好不容易追上美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抬头一看，马斯克的4、5万颗卫星已经占满了整个外太空，新的领域又对你形成降维打击。还有美国现在的可控核聚变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，可控核聚变，人造太阳，比如说它火星移民，这些都是全新的赛道。目前来说，当然它没有完全成熟，但是呢，等它成熟的时候，它就会对你形成降维打击。所以聊这么多就这个意思吧。我们要打败漂亮国，打败英语民族，不能靠嘴巴。谁的声音大就能统治世界，那驴早就统治这个世界了。我们就是得在科技创新上能超过它。